叶晨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，他早就知道老丈人并没有因为韩美晴与贺远江走到一起，就彻底放弃韩美晴。当初从韩国交流回来，他整个人前所未有的颓废。当初萧家破产的时候，他可是连眼都没眨一下。如果说心上人跟别人谈恋爱还有挽回的余地，那心上人跟别人结婚，那就基本上等于宣判死刑了。而且以韩美晴与贺远江的高知背景，以及两人的年纪阅历，既然在这个岁数决定结婚，那一定是打算长远的一起走下去。所以萧长坤就更没半点机会了。而此时的萧长坤还不知道这个噩耗，他正在老年大学搞书画培训。说是培训，其实就是做了几页 PPT， 把一些历朝历代经典书画作品放在 PPT 里，一边给学生看，一边讲解每一幅作品的创作背景。其实这种事情没任何技术含量，萧长坤平日里最怕麻烦，所以 PPT 里用的文案都是直接从百科里复制粘贴的。他不过就是站在台上给大家把百科里的内容大概的读一遍。大家也知道他讲的东西没什么营养，但毕竟是书画协会的二把手，多少都要给点面子。不过即便如此没有营养，萧长坤自己也依旧搞得热火朝天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他往老年大学跑的次数比去书画协会还多。之所以总往这儿来，主要还是因为韩美晴就在这里教课，在这里能跟他多些接触。但是这些天来，萧长坤确实一直很受打击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韩美晴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明显依旧爱着自己，这没过多久怎么就跟别人在一起了？而且韩美晴跟贺远江在一起之后，在自己面前时眼里就没有当初那道光了。萧长坤能看得出，韩美晴现在看自己的眼神和看其他同龄男性已经没了任何区别，反倒是每次看向贺远江的时候，眼神中都闪着别样的光。今天下午，萧长坤开着那辆库里南来老年大学的时候，刚好看见贺远江开着一辆国产新能源汽车送韩美晴过来。那辆车萧长坤了解过，也就值个10几20万，在库里南面前就是个地中地。于是萧长坤在贺远江停车韩美晴下车的当口，把车停到了贺远江那辆车的右手边，也就是韩美晴下车的那一侧，还专门放下车窗，居高临下的跟两人打了招呼。他本想着贺远江看到自己开库里南，多少会有些自惭形秽，没想到人家贺远江一点也不在乎他开的什么车，反而上来就问他叶晨回来了没有。听说叶晨回来，贺远江和韩美晴都很开心，但萧长坤却想不通，俩人为什么这么开心。讲 PPT 的时候，萧长坤不时往讲台下面的韩美晴那儿看。韩美晴之前一直听得都挺认真，不过这会儿却低头摆弄起了手机，而且那表情竟然带着几分少女般的娇羞与开心。萧长坤心里吃味，一边讲 PPT， 一边愤愤地暗忖，韩美晴这是跟姓贺的聊了什么，聊得这么开心。而此时的韩美晴刚收到了贺远江发来的信息，信息里贺远江将自己与叶晨面聊的结果告诉了韩美晴，也说出了希望尽快举行婚礼的想法。韩美晴见心上人如此着急要娶自己过门，给自己一个名分和家庭，心里自然也很感动。眼下的她已经完全掉进了贺远江的爱河，对这个与自己境遇相似、教育背景相似、三观相似，甚至生活习惯相似的男人，她完全挑不出半点毛病，感觉这个男人就是老天爷为自己量身定做一般，处处都与自己完美契合。而女人与男人最大的不同是，男人就算从心里决定往前走，过去的风景也会时常对他产生羁绊，而大多数的女人一旦从心里决定往前走了，过去的一切风景便也都不再留恋，可能昨天还爱得死去活来，睡醒后忽然想开了，便不再有任何留恋。韩美晴便是如此，虽说她这么多年都对萧长坤念念不忘，可当她的心被贺远江所吸引之后，对萧长坤就完全没了爱的感觉。可是萧长坤还在执迷不悟，他还天真的以为韩美晴心里应该是爱他的，
之所以答应跟贺远江在一起，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没能给他一个说法。他觉得自己就是韩剧里的男主，而韩美晴作为女主，无论怎么兜兜转转，心里都一定还爱着他，也必须爱着他。这也是一部分男性常有的盲目自信，可能是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港片和好莱坞爱情片看得太多，总觉得自己就算再普通，也一定是某些人的真命天子，总会有人放着山珍海味不吃，踩着七彩祥云来吃自己这口馊了的白水挂面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最近又萌生了挽回一下韩美晴的想法。可所谓挽回，也不是要跟韩美晴在一起，而是想通过散发自己的雄性魅力，让韩美晴放弃贺远江，继续爱着自己。至于自己是否要跟马兰离婚，那就是另一个项目了。肖长坤好不容易讲完了索然无味的 PPT， 一屋子退休老年人也从昏昏沉沉的睡意中恢复了过来。大家开始收拾东西，有的人要去别的教室参加别的课程，有的人则结束了今天的安排，准备回家买菜做饭。韩美晴刚刚在微信上跟贺远江约好，要回去一起拟定宾客名单，而贺远江与叶晨喝完咖啡之后，又开车回了老年大学接他，所以他便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肖长坤见他利索地收拾完东西，就从后门出了教室，一着急便赶紧追了上去，从后面叫住他：“美晴。”韩美晴回过头，看着肖长坤，笑着问道：“长坤，你有事？”肖长坤犹豫片刻，有些扭捏地开口道：“那个，就是想问问你晚上有没有空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”说着，他赶紧又打出《渣男36计》里的怀旧计，开口道：“就去咱们学校以前后巷附近吃大排档怎么样？你忘了，咱们当年总去那边吃，虽然早就不是当年的那家了，但那一带的大排档这些年味道一直很正宗。”若是韩美晴心里还爱着肖长坤，那肖长坤这怀旧牌就必然会有很强的杀伤力。但此时的韩美晴早已经决定向前走，所以肖长坤的话根本就没有对他的情感上带来任何触动。他有些抱歉地笑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长坤，老贺在楼下等我，我们俩还有点事儿，要不改天吧，改天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”肖长坤没想到怀旧牌竟然哑火了。原本他的想法是先用怀旧牌让韩美晴跟自己一起去学校附近吃饭，然后再借势带她就地重游一番，来个暗度陈仓。毕竟想旧情复燃，就地重游是最好的方法，没有之一。这他妈就跟原汤化原食是一样的道理。可他万没想到，韩美晴的表情竟然都没有半分变化，没有害羞，没有羞怯，没有紧张，更没有小鹿乱撞般的那份慌乱。他只是像婉拒一个普通朋友那样，简单干脆而又不失礼貌地拒绝了自己。一听贺远江在等着韩美晴，肖长坤心里就更是郁闷。再想到韩美晴在自己面前都亲切地叫他老贺，他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于是他只能从《渣男36计》里翻出以退为进的招数，自嘲道：“哎，看来老贺确实是个好男人，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连老同学都没时间理会了。”韩美晴和肖长坤不一样的是，肖长坤心里有10000个想法，但5000个不敢说，4999个不想说，唯一说出来的还尽是弯弯绕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或许他以前也不是这个模样，但当他开始决定内敛闷骚的那一刻，他的心里就等于装了一道闸，拦住的想法只会越来越多。韩美晴不一样，她本身性格就直来直去，敢爱敢恨，这么多年在西方生活，更是没有东方人常有的含蓄，一直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藏着也不掖着。所以见肖长坤似乎有些埋怨自己拒绝了他的邀请，于是非常坦诚地说道：“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长坤，我跟老贺打算近期就把婚礼办了，他找我回去一起定一下宾客名单，定好名单我们就得着手写请柬了，所以今天确实不行，改天吧，改天一定。”肖长坤从把婚礼办了那5个字之后，就完全傻眼了，后背发冷，两腿发软，双手发麻，连嘴巴都变得又苦又涩。韩美晴后面说了什么，
他根本就没听进去，他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韩美琴，万万不敢相信，这个爱了自己30年的女人，竟然要跟别人结婚了。可是韩美琴没等他回过神来，见时间耽搁了不少，便对萧长坤说道：“长坤，我真得走了，咱们回头再聊，拜拜。”说完便赶紧转身下了楼，留下萧长坤一个人颓然无比地站在原地。此时的萧长坤大脑已经真真正正一片空白，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刚好一位学员从他身边经过，好奇地问道：“萧副会长，你在这儿站着干嘛呢？”说完他惊讶不已地说道：“萧副会长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没事吧？”